79歲總統在陣亡將士紀念日的莊重儀式當中打起了瞌睡，在任何國家都會成為頭條新聞，但是在美國並不是這樣。有關總統健康狀況的爭論要比政策討論更具有影響力。眼下呢，這把火又燒到了即將年滿80歲的美方現任領導人身上。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在5月25號啊，這個阿靈頓國家公墓舉行的陣亡將士紀念日的儀式上呢，國防部長赫克塞斯啊正站在台上這個發表講話，慷慨激昂的。而坐在他旁邊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那個樣子就很奇怪啊，就一直呢耷拉着眼睛，頭呢也是微微的下垂，就是和睡覺差不多。31秒長的視頻很快就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開來。在幾個小時之內就達到了這個100萬次的播放量，但是呢，這個事實核查網站就是 Snopes 啊，這個看過美國有線衛星公共事務電視網就是 CSPAN 啊這個完整的錄像之後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不能確定。畫面當中，這個當事人不斷的睜開和合上眼睛，而且還擦了一下眉毛，所以呢，到底是不是睡着了，還有待商榷。不過坦率的講啊，老爺子這個按咱們中國来說，虛歲80歲了，是吧？每天日理萬機，你看这晚上睡覺的時間都得是相當多的時候，還在那發着這個社交媒體呢。所以呢，每天這個精力啊，說實話占用的已經非常多了，而且東跑西跑的，到處跟人這個幹架吵架，是吧？所以呢，在這個時候啊，開會的時候睡一覺也很正常啊。咱們平常這個工作忙的時候，有時候開會的時候還經常這個犯困打盹兒，是吧？我就经常開會的時候聽着上面這個說着什麼這個月的、下個月的、去年的、今年的，是吧？上個季度的、這個季度的，好一通說啊，國內國外好一通说。說完了以後呢，旁邊又站起來一位同志们，我再補充兩句。你說人家說那麼全面，您補充什麼呀，是吧？您往往開這種會的時候，您就犯困，在旁邊有時候冷不丁的打一個盹兒，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也不覺得這有什麼。但是到了第二天，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教授、CNN 的醫學分析師喬納森·賴納，就在這個節目裡邊直截了當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說這位總統患上了嚴重的日間嗜睡症，在椭圓形辦公室裡邊多次當着個幕僚們的面打起了盹兒，這樣的情況會提高痴呆以及心血管疾病的一個患病幾率。賴納的這個身份不容小覷啊。他曾經是副總統切尼的心臟科的醫生啊，在這個白宮醫療圈當中，那是也有自己一定的地位。他還說呢，總統原來啊每年做一次這個例行檢查，現在呢改成了每半年一次啊，這是對他的這個年齡的一種默認的回應。白宮的回擊也是很快的，發言人呢戴維斯·英格爾呢把賴納稱為民主黨中的庸醫啊，沒說獸醫就不錯了。原文非常辛辣，說如果叫起來像鴨子的話，那麼他大概就是民主黨裡的庸醫了。英格爾也說呀，說這位總統呢是美國歷史上最有智慧、最有活力的總統。（括弧）我的話啊，智慧咱不好說，但是真的是有活力啊！所有的這個遠程診斷的醫生都違反了希波克拉底誓言。這是他的話啊。那麼5月27號呢，總統親自在沃爾特里德軍事醫療中心呢進行長達3個多小時的體檢，這是第2任期當中的第4次公開的身體檢查。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消息說一切都很好，但是呢，這個打瞌睡並不是個例啊。回看第2任期以來的公開記錄，類似的場景一再上演。2025年的11月6號呢，在這個椭圓形的辦公室裡邊呢，這個奧茲醫生呢正在向大家展示這個降低減肥藥價格所取得的成績的時候，鏡頭前出現了總統閉目養神的這麼一個身影。緊接着這個加州州長紐森就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調侃道，說瞌睡糖又回來了。今年2月份呢，在這個和平委員會的會議當中呢，國際代表發言了2小時45分鐘之久，而此時的特朗普則一直閉着眼睛。到了5月11號，這個白宮舉辦的母嬰健康活動當中，他甚至在自己的講話結束之後，還有一段時間才睜開了眼睛。
所以白宮的說法呢，由最初的只是眨眼，发展到後边的闭眼是专心听講，最後呢又变成了坐在膝蓋上记筆記。虽然呢花樣百出，但是这个說服力，說實話越來越差了。那麼說到底啊，在美國的政治當中，關於總統這個健康狀況的攻防戰已經存在很久了，並且呢，通常要比這個政策爭論更有破壞性。原因很簡單，健康問題門檻很低，有畫面感，人人都能看懂，遠遠大於複雜的經濟數據或者是外交議題容易傳播嘛。近2屆的大選當中呢，民主黨呢在這個健康問題上都栽了2次跟頭了。2016年的9月11號，在紐約參加911紀念活動的時候，當時的這個希拉里突然就感到不舒服身體呢失去平衡，被保鏢抬上了車子。這一幕呢很快就在這個網上流傳開來。他所在的小組呢之後也確診是患上了肺炎。但是由於這個信息公布的比較慢各種各樣的這個陰謀論也就隨之傳播開來。比如說有關於癲癇和這個帕金森的流言蜚語更是沸反盈天。那麼再加上這個郵件門的不斷的發酵，那麼這個郵件門使得希拉里在民調上的優勢逐漸的縮小，在選舉人團上那就徹底輸給了特朗普。很多分析人士呢事後感慨說，這個健康風波成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之一。雖然敗選還有這個其他的種種原因吧，但是如果沒有那次暈倒的話，結果也許可能不一樣。那麼2024年的情節就比較曲折了。拜登呢在6月份與這個對手的第1場電視辯論當中表現就很糟糕。我不知道大家伙還記不記得當時表現出來的這個語無倫次這個反應遲鈍，這麼一個形象已經證明了人們對於他認知能力長久以來的這麼一種懷疑。黨內退選的聲音很快就由少數人私底下的議論發展成為了40多名議員公開的要求。7月21號呢，81歲高齡的拜登宣布退出競選，並且把這個接力棒交給了自己的副手哈里斯。哈里斯曾經掀起過這個蜜月效應在民意調查當中呢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是留給他的準備時間太短了，所以呢沒有能夠扭轉這個局勢。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前任主席哈里森呢就事後表示說，如果說拜登在辯論中失利之後能及時退出競選，給哈里斯更多的競選時間的話，結果可能會不一樣。目前的這個情況就很微妙雖然美國現任總統已經連任2屆，並且呢不會參加下一次的總統大選，但是呢，他的身體狀況仍然影響着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中期選舉。民主黨顯然要把這個瞌睡總統當作攻擊共和黨的工具來使用。紐森呢不斷的嘲諷的行為，並不是這個出於個人的消遣或者說這吃飽了撐的，絕對不是。而是一種經過這種深思熟慮的政治行為。那麼在中期選舉之前降低這種執政黨的形象，共和黨為了保護總統的形象，半年做一次體檢也體現了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一種關注。但是往往我們說老年人呢，80歲的人呢，體檢的時候你總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也可能不會影響他的執政，但是呢就會被人放大。接下來幾個月內，有關於白宮主人健康的爭論還在繼續下去。拉達等人呢進行的這個所謂的遠程問診，與白宮所宣稱的一切都很完美的情況相比，真相應該藏在沒有對外公布的詳細的體檢報告當中。對於選民而言，能看多少，相信多少，就看雙方各自願意展示出多少的底牌了。在美國內政棋局當中，打盹兒的畫面有時比一份政策白皮書更具有影響力。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谢飞觀察，希望各位呢點個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